祝贺，学业有成，名气九霄。爸，我弟弟弟妹早亡，耀祖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如今我身怀绝症，看不到他大学毕业。这是我签好的财产转让协议，我死后这几十亿家产就由耀祖来继承。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的好姐姐。广宗，弟妹，你们不是18年前就出车祸死了吗？我们要是不假死，怎么能让你替我偿还几百万的债？我怎么能让你心甘情愿地替我养儿子？没错，我的大姑姐，没想到你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耀祖，那可是几十亿呀！我还真是得好好谢谢你呀。什么？为了抚养耀祖，我连婚都没有结，我劳累一生打拼事业，累了一身病，到头来竟然都是你们的骗局！明玉啊，你也别怪爸狠心。当年你创业，打下了几十亿的身家，却连几百万的赌债都不肯帮你弟还，这都是你逼我们的。哼！啊，连你也是帮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，爸？为什么？都是你自作自受。都是你自作自受，谁让你当年不肯替你弟还债？哈哈哈哈！你去死吧！你早点死，我儿子早点继承你的遗产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送明玉要求了一辈子，没想到竟然被自己最亲的人摄取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这是重生了。明玉啊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你弟妹善后吧。我重生到了18年前，我弟弟和自玉假死这个，真是玩忽悠掉。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好儿媳啊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老天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爸，你确定弟弟和弟妹真的都死了吗？爸，你确定弟弟和弟妹真的都死了吗？明玉啊，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医生看你的死亡证明，这还会有假？上一世，我爸买通医生开具假的死亡证明，骗我帮弟弟还赌债、养孩子，最终还劝我把所有家产都留给了我侄子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恶有恶报。不，我不相信！
张总啊，我的亲弟弟呀，你快起来呀！我让你假死，让你骗我给你养儿子。够了！你弟弟才刚走，你就这么折腾他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弟妹呀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你睁开眼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！哎呀，好了，明月，还顺便吧，你弟弟弟妹都没了，咱们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帮他们还清赌债，怎么把妖主养大成人吧。为了让我替你们还赌债养儿子，你们是真能忍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陪你们好好玩。爸，你说的对，多亏我刚才一时哭晕了头。张助理，你过来。来，把尸体运走。来，哎呀，爸，您说这弟弟弟妹没了，留下个耀祖这么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？当然是你来养，难不成还让我这把老虎头去养啊？我养？凭什么？我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拖油瓶，我将来还怎么结婚啊我？再说了，我工作很忙，没时间养孩子。爸，您自己的孙子，您就亲自养吧。宋明玉，你还是不是宋家女儿了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你还忍心让这个老父亲去操劳？怎么不忍心了？您身体可棒得很。哎，爸，去年您不是还嚷嚷着要给我找一个后妈吗？行啊，娶吧，我同意了。你让他再生一个儿子，你们俩孩子一起养。你放屁！宋明玉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弟弟妹妹走了，这孩子就该你来养。你要是敢不养，我就告你遗弃罪。告我遗弃罪？行啊，去吧，去告。回头律师费我跟你说。好啊，你个逆女，你个逆女！哎呀，大家伙都出来看一看呐！堂堂上市公司女总裁，没人性啊！她的弟弟妹妹出车祸走了，留下一个孤儿，她自己的亲侄子都不养啊，非要让她的老父亲去养啊！没有人性，丧尽天良啊！这弟弟死了留下个孤儿，那可是他亲侄子，这也太狠心了吧！他那个这么自私的女儿，这老父亲太可怜了。哟，这不是宋总啊！没想到不孝女竟然是他，这可是大新闻啊！赶紧拍下来。为了让我替宋光宗养儿子，你们可真是费尽心机。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。爸，你起来吧，我可以养耀祖，不过我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。他长大以后要问我叫妈，而不是叫姑。好，只要你愿意养耀祖，怎么着都行。都散了吧，啊，都散了吧。真是个蠢货！就算可以叫妈又怎么样？血缘永远是斩不断的。等耀祖长大，照样会回到他亲生父母身边。对了，你刚才让你助理把我儿子儿媳妇推哪儿去了？送解剖室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开膛破肚了吧？什么？
你们谁也不能动我儿子儿媳妇儿。爸，你冷静点。车祸死的人都有外伤，光宗和弟妹身上没有发现伤口，说不定他们是被谋杀，然后被凶手伪装成车祸死亡的。爸，还是解剖查出死因的好。你胡说！他们就是车祸死的，我亲眼所见。你们谁敢动我儿子儿媳妇儿，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！滚！你们都滚出去！宋总，车祸也不一定会有伤口，也有可能是内伤。既然逝者父亲不同意，我们也不能强行解剖。要不，你们再商量商量。没商量！宋宇，你要敢动你弟和弟媳妇儿的尸体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！好吧，那就先听我爸的吧。医生，你先走吧。爸，解剖而已，您这么紧张干什么？难道弟弟和弟妹的死有蹊跷？哪有？是这样，我们宋家讲究入土为安，千万不能解剖你弟和弟妹的尸体，而且要及时下葬，否则大不吉利呀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玉呀，你这才通情达理嘛！我已经找大师算过了，后天下葬就是吉时。我现在就回老家安排他们的丧事，你这2天一定要照看好你弟和弟媳妇的尸体，知道不？你是铁了心要跟他们一起做去害我，既如此，就得怪你拿心回来。好，这里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吧。后天我就派车把他们送回去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好闺女嘛！这马上就要出殡了，明玉还没来，这不会出了变故。明玉，你回来了，光宗和婉月呢？在后边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弟弟和弟妹啊，那都火化好了，搁里边装着呢，可全乎了。哎呀，光宗啊！我的儿子啊！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都这么多天了，您怎么还没有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啊？你是个妓女，你竟然把他们给火化了！爸，您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可邪乎了。法医说听见停尸房里面有动静，还以为诈尸了呢，所以啊，他们就往停尸房里喷了消毒气体熏一熏。哎，您别说，还真管用。这消毒气一熏啊，里面很快就没动静了。竟然活生生的把他们熏死的！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爸，您是不是哭晕了？弟弟和弟妹不是几天前就已经死了吗？老天爷呀！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耀祖，外公在地上打滚玩呢，真好。
外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考上清北了，而且还是全省状元呢。考上了，耀祖真的考上状元了。好孩子，真给妈争气。耀祖啊，妈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这些年妈的身体不太好，妈准备过几天给你办升学宴的时候，把明玉集团所有股份和全部财产转移到你名下。啊，妈，你身体没事吧？对，转给耀祖好，这样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耀祖啊，你先回屋，我有话对你妈说。明玉啊，耀祖考中了状元，我想带他回到老家，期盼下仙字。回老家？你想干什么？该不会您想把耀祖的身世告诉他吧？怎么会呢？你放心，我发毒誓绝对不会告诉耀祖这个秘密的。我就是单纯的想带耀祖回趟老家，期盼下祖宗。哦，那就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回去吧。哎，我这就告诉耀祖去。我为这一天迷等了18年，好戏终于要开场了。快！我进来。耀祖，快过来，给你爸妈跪下。我爸妈？外公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妈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跪下，按我说的做。高总啊，我把耀祖给你带过来了。外公，你说什么呢？宋光宗不是我舅舅吗？不是，宋明玉根本不是你亲妈。我也不是你外公，耀祖啊，其实你是我亲孙子，广宗才是你亲爸，婉月才是你亲妈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广宗，婉月，你们没有死。啊，我们回来了，儿啊，18年了，妈妈终于能跟你见面。儿子，宋总，他们已经被拘了，要不要送去火化？不，我改主意了，让他们这样死更便宜他们，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他们真是我亲爸、亲妈，就是你亲爸、亲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明玉从小对我那么好，这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爸？儿子，宋明玉当年差点就害死我们，就是为了把你占为己有，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毒妇啊！对，儿子，他就是看你小时候聪明，料定你将来一定能成才，所以霸占你成为他的儿子。我们真的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！儿子，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去做亲子鉴定，几天就能出结果。你要相信我，爸妈还有爷爷能骗你吗？外公是不会骗我的，难道他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？我要去问问宋明玉，我要问他们为什么对你们这么残忍。
我骨肉分离18年不能相见。啊，不行！耀祖，现在还不是好时候。耀祖啊，现在明玉集团的股份还在宋明玉手上，要等到你升学院那天，让他把股份和财产都转给你。到时候你想怎么报仇就怎么报仇。对，儿子，等你拿到明玉集团的股份和财产，我们就杀了宋明玉这个毒妇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耀总考了全省状元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明玉啊，还是你会养孩子。耀祖不但考得好，而且还这么孝顺懂事。你把集团以后交到他手上，你就可以享清福了。妈，我能有现在的成绩，多亏了您的悉心培养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好，好啊！为了庆祝耀祖考上清北，我有一份大大的惊喜要送给耀祖。董事长，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准备好了。等我签了转让协议，我马上就要动力混蛋。董事长，集团这些年在您的带领下蒸蒸日上，您不用这么着急找候选人，要不再等等？住口！这是我们宋家的家事，你一个小秘书，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明玉啊，快签吧！你将集团的股份还有财产转移到耀祖手上，他以后啊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小张，不用担心我，我相信我的眼光。耀祖是一个管理奇才，我相信集团在他带领下会越来越好的。哈哈哈哈！宋明玉终于上当了。谁呀？我说你，说明你父亲家不是死了吗？各位，他宋明玉就是一个抢别人孩子的骗子，我们才是耀祖的亲生父母。你们终于来送死了！你爸爸，我的好弟弟，也让我等得好苦啊！光宗、婉月，你们不是死了吗？哼，我们要是不假死，怎么骗你替我还债养孩子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还债养儿子，爸妈，你们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耀祖，当年宋明玉明明有能力替你爸还债，可是他却黑着心肝袖手旁观，催债的天天来闹，我和你爸也是被逼得没活路了呀，所以才假死脱身，骗宋明玉养你。你要理解爸妈的一番苦心啊。没错，耀祖，这些年你没有和父母在一起，受委屈了，你也争气。不仅考上了清北，还继承了宋明玉的股份，以后你们一家人就可以好好在一起了。宋明玉，现在你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我儿子耀祖名下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这些年我所忍受的屈辱和仇恨，我都要让你一笔一笔的偿还。宋光宗，18年前我好心放你们夫妻俩一条生路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蠢。如今胜负还未分，你们就急着半路开香槟啊？胜负未分，哼！保安，给我赏他100个耳光，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再给我把他的衣服给扒了。我今天要让他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现在公司都转到少爷名下了，我们应该听谁的？
他们是少爷的亲生父母，当然是听他的。上！谁敢？谁敢？宋总这些年为了宋氏付出了全部精力，宋家能有今天，全都仰赖宋总。你们两个家回来，不但不知感恩，还敢对宋总动手，简直禽兽不如。宋家的这一切都是宋明玉挣的，这样做也太绝情了吧！要不是明玉，你们能活到今天？哎，这家人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呀！闭嘴！现在耀祖是集团董事长，你一个小小的秘书也敢拦我们？信不信我让耀祖现在就开除你？还有你们，要是再敢有谁替宋明玉说好话，就是我明玉集团的敌人。看到了吧？现在耀祖才是公司董事长，所有人都得听他的。宋明玉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如果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说不定我一心软，放你一条生路呢。啊，没错，现在的确是耀祖说了算，但是你确定耀祖会听你的？废话，耀祖是我们的儿子，都听我们的话，难道听你的吗？啊？请问宋光夫先生在吗？您的亲子鉴定报告给您送来了。太好了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看看，耀祖就是我的儿子，如假包换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排除亲子关系，怎么会这样？假的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18年前你们并没有死，所以我自然不可能抚养你们这两个白眼狼的孩子。真正的耀祖早就被我送走了。不可能！耀祖要是被你早就送走，那他是谁？自然是我儿子喽。你胡说，这就是我的儿子。你一定是嫉妒我儿子考上了清北，故意在亲子报告上做手脚。没错，我是看着耀祖长大的。要是怀了孩子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。既然如此，就让当事人告诉你们真相吧。好孩子，告诉他们你是谁的儿子。耀祖，你告诉我，他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舅舅、舅妈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并不是你们的儿子，而且我也不叫宋耀祖，我的真名叫顾晨烨。吃席都能吃到这么大的瓜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宋光宗和张宝月这对蠢货，这回可要自食其果喽！哈哈哈。我不信，你明明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？你就是我的儿子！我记得你这明明有一颗痣的，为什么没有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孩子。其实我妈早就知道你们的阴谋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演戏，目的就是等你们露出真面。不可能！算没有痣，那也不能证明你不是我儿子。也许是宋明玉当年趁你小，偷偷点掉了呢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自欺欺人，蠢货！这一定都是假的。耀祖，你不要听宋明玉的，咱们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，这一次肯定能证明你就是我的儿子。是啊，我是看着耀祖长大的。宋明玉为了养你，根本就没有结婚，怎么可能生孩子的？如果不是广宗和婉月生的，难不成是石头缝里蹦来的不成？谁说陈烨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我就是他的父亲。是你？是你？顾长风，你不是早就跟宋明玉分手了吗？
你还好意思问？当年要不是你们一家子吸血鬼，我跟明玉就不可能分开。哎呀，我以后一定会对明玉好的。隔壁镇的张瘸子可是给了我们家50万彩礼，你能给我们家什么？我可以给明玉幸福的。什么是幸福啊？啊！没钱还想娶我姐，别说是门，窗户都没有。再敢来我们家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明玉，明玉，放我出去！爸，放我出去！明天7点不见不散。想拐卖我女儿，没门儿！别，爸，放我出去！上辈子我以为陈峰已经不爱我了，再加上没多久宋光宗假死，将宋耀祖就给我养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孩子打了，还因此伤了身体，终身如此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走上辈子的老路。其实当年我和陈峰分开的时候，就已经怀孕了，这个孩子就是陈烨。未婚先孕，你还有脸站在这儿？没有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姐姐！你是明玉的弟弟，不想跟你动手，但你们谁要是敢在我面前伤害明玉，绝不会放过你。那不是顾家的传家宝吗？你是顾家刚被认回来的少爷。那宋家岂不是错过了一个金龟婿？当年要是同意宋总和顾振峰的婚事，搭上顾家这艘大船，宋光宗哪里还用假死啊？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你放开！你别以为戴个破戒指，你就是顾家的继承人了。既然你们只会利用和伤害我，那以后就由我来照顾明玉。陈烨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既然顾晨烨不是耀祖，那么你们把我孙子耀祖藏哪里去了？没爹没妈的孩子还能去哪儿呢？自然是去孤儿院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今天不把我儿子交出来，你们哪儿都别想去！刚才光顾着一家团聚，忘记收拾你们了。你们别忘了，这里是我明玉集团的地盘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放开我！哎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把我赶出去吗？明月呀，光宗好歹是你弟弟，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大好日子，你何必弄得这么难看呢？刚才宋光宗要赶我走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赶出去！爸，你怎么了爸？宋明月，你看你把爸气成什么样子了？还不赶紧把爸送进医院？走。小心有诈。别担心，我今儿去看看他们，这次又要搞什么幺蛾子。爸，别装了，医生说你壮得跟头牛一样。你个不孝女，你懂什么？我伤的就是心脉。宋明玉，爸都病成这样了，你竟然一点都不担心？难道在你心里就一点不顾及血脉亲情吗？咱们家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没有拔刀互砍就不错了。这个时候就别说什么血脉亲情了吧，有什么事儿不如直说。明玉啊，爸都一把年纪了，他还有那个几年好活。我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耀祖一面，见不到他，我死不瞑目啊！以前的事情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可耀祖他是无辜的呀。你也是当妈的，应该能理解一个母亲的心。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耀祖他在哪儿吧。对，把儿子交出来。现在你还有心思担心宋耀祖？我要是你，你就先好好担心一下自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谁是宋光宗？你就是怎么做事？还钱！什么钱？宋明玉不是早就替我还完了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留给我的是债务吗？18年前我就帮你申请了债务冻结，现在你回来了，自然是要继续。没错，200万本金，再加18年的利息，一共1000万，现金还是刷卡？什么？1000万？你们这是高利贷，是敲诈！你们说1000万就是1000万，当我们是吓大，谁知道是不是宋明玉找来的托儿？没错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老子就是不还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好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宋光宗，上辈子我不但要帮你养儿子，还要打3份工替你还债，年纪轻轻就累出了癌症，这辈子也该让你尝尝被逼债的滋味。把他带到砖厂里面去搬砖还钱，什么时候还清了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爸，救我爸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，你要替你儿子还钱？我一个老头子哪有钱还债？没钱？没钱就跟你的宝贝儿子说再见吧。等等，我虽然没有钱，但是我女儿有钱。这就是我女儿，明月集团听说过吗？我女儿是明月集团的董事长，很有钱。明玉集团的董事长，好大的牌头。好啊，只要今天你把这1000万还上了，我立马放人。我没钱。明玉啊，就算爹求你了，1000万对你来说是9牛1毛。高总可是你亲弟弟，你可不能不管他呀。爸，你这是忘了吗？我把我全部财产都转给陈烨了，他今天下午刚坐飞机出国谈生意，下周才可以回来，这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咱把债务延到下周？对，下周我连本带利的都还给您，还望您多宽限几天。宋光宗，你假死躲债，让债主等了18年，如今还想拖延，他们能同意就有鬼了。下现在离下周还有5天时间，这5天够你假死活久违了吗？同样的招数，你以为我们还会上当吗？等等，你们又我告诉你，今天除非还钱，不然我是不会放人的。我虽然不能替宋光宗还钱，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减少你的损失。什么方法？这个办法只能告诉你一个人，咱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说。好啊，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。把他给我看好了，我回来之前再还不到钱，就把他剁碎了丢进湖里喂鱼。有话说，有屁放，花招都使完了，就老老实实还钱。催债我们可是专业的，不要逼我去你公司楼下拉横幅、泼油漆。钱我没有，车倒是有一辆，你可以拿它去抵点债。大姐，宋匡宗欠的可是1000万，你一辆破车能值几个子儿？你真当我是屎？啊，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快回去吧。爸，小心！后视镜上挂红布，车牌3个4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辆车。这辆车是你的，这辆车是你的，
怎么可能？我所有财产都给陈烨了，这辆车还是光宗结婚的时候我爸买给他的。这红布也是你爸寄的？对呀，哎呀，光宗瑶的车牌号不吉利，我爸怕出事儿，专门去山上求的呢。这可都是一腔父爱啊！你就看在他们父子情深的份上，再花些点时间吧。你别跟我说什么父子情深！你以为只有宋光宗一个人有父亲吗？你的眼眶怎么红了？这位小兄弟，你是不是也想起自己的父亲了？就是这样，愤怒吧，将你的愤怒全部转化为对宋光宗的恨。够了！都被这吸血鬼害成这样，还心甘情愿的当伏地魔，我可和你们不一样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让宋光宗付出代价。哎呀，等等！哎呀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跟宋光宗之间没有误会，只有仇恨。宋光宗，准备好迎接你的报应了吗？爸，你说宋明玉真的会替光宗还债吗？他敢！他要不管光宗，我就去他公司闹去。怎么样？宋明义答应替我还钱了吧？我就知道宋明义有钱。看你也是还不上钱了，那就正好用你的手来抵债，也省得你再出去赌了。今天剁你的手，明天剁你的脚，后面还有你的心、肝、脾、胃、肾，够折腾你这10几天了。妈，你快救我啊！好汉，你不要冲动，你放过我儿子吧。明玉，你赶紧说句话呀！这一世，谁也别想在前世让他我绑架我。好啊，你想救你儿子是吧？那就用你的手来抵债，还是你的。我老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你就是把器官取下来，他也用不上啊。爸，您怎么能这么妄自菲薄呢？上次体检，医生不是还说您保养的好，跟小伙子一样吗？你那正好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儿子欠的债不少，就由你来还。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现在就去筹钱，我一定会还钱的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当初我和我爸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放过我们？你爸？我爸就是被你给害死的。张松白，当初我爸被你撞，如果不是你为了逃避责任，不顾我的跪求，依然肇事逃逸，错过了我爸最佳的抢救时间，我爸就是被你给害死的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张松柏啊！还敢狡辩！这辆车牌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认错。当年我爸车祸走之后，我妈就病了。原本我已经保送到了重点高中，可是为了照顾我妈，才辍学打工。是你害了我们一家，家破人亡。是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给我爸报仇。既然上天把你送到我身边，就拿你的命祭奠我爸，不让我。是他，宋明玉，他陷害我的。照片上的车，我根本就不认识。是啊，我们家光宗平时连只鸡都不敢杀，他怎么敢杀人呢？不管宋明玉对你说了什么，他都是在栽赃陷害。就知道你们会不认账，还好我早就准备了证据。哎呀，光宗啊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辆车可是爸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啊！你看，这车辆登记表上都写着呢。爸可是攒了好久的钱才给你买了这辆车，你怎么能说不认识呢？哎呀，这也太伤爸的心了！宋明玉，你敢害我，你也别想好过！既然证据确凿，你就上路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撞你爸，我也不该肇事逃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赎罪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
站那！这台棋，你是今天你就是把天说破了，也没有。住手！我是你爹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宋光宗，你可真是个孬种！为了活命，你什么都能说得出来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？你就是挖的想吃，跟我儿子要做的一模一样。我真的是你的父亲。耀祖，真的是你吗？耀祖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左边屁股上是不是有块金黑色的胎记？你怎么知道？耀祖，耀祖，我大孙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们真的是我的父母？是啊，我真的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当年我们为了躲债，假死脱身，把你交给那个宋明玉抚养。没想到宋明玉这个贱人，他把你送到了孤儿院。还好苍天有眼，我们一家人现在终于团聚了。耀祖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你这么多年缺失的父爱补偿给你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催债的竟然是我儿子。虽然比不上考上清北的那个，至少不用被剁手吧。宋光宗，你高兴的太早了。补偿？那你就去死吧！耀祖，快把刀放下，他可是你亲爹呀！正是因为他是我亲爹，所以我更不可能原谅他。耀祖，是不是宋明玉跟你说了什么？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没有误会。小时候我在孤儿院，特别期望我的爸爸妈妈来接我，可是没想到我的亲爹竟然是一个肇事逃逸、欠钱不还的赌徒。耀祖，你要体谅，我也是有苦衷的呀。你能有什么苦衷？你不就是一个抛弃自己亲生儿子的赌徒吗？耀祖，我没想抛弃你，是他宋明玉，他把你丢弃在孤儿院的。他是你儿子，你不养，难道指望我来养？而且他现在对你喊打喊杀，恐怕不只是因为我抛弃了他吧？没错，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，是我的爸爸接济了我。这些年来，虽然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，但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爱，每天步行2公里，就为了给我送饭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也不会在那条路上被你撞死。耀祖，对不起，是爸爸错了，但我真不知道那是你养父啊！闭嘴！我这辈子只有一个爸，那就是张松柏。你这种人渣，根本不配当我爸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今天我就要给我爸报仇！不要！耀祖，上辈子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这次风水轮流转，也该轮到你了。不要！你是我亲生父亲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儿子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我错了，我赎罪了。对，耀祖，我们一定会给张松柏重新修陵墓，给他多多烧钱的。你们高兴的太早了。虽然我不会杀你，但是我会把你送到彪哥那里去。你欠了彪哥那么多钱，还假死躲债，到了彪哥那儿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不行，我不去，彪哥会杀了我的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彪哥的手段我知道，希望你可以撑久一点，咱们慢慢玩。啊！这不是光宗吗？躲债躲了18年，你小子挺能讨啊！彪哥，我错了，彪哥，你饶了我吧，彪哥。你想活吗？想，当然想。
只要表哥能饶我一条命，我以后当牛做马，结草衔环，报答您的恩德。结草衔环就算了，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，你欠我的钱就一笔勾销。什么事儿？这件事儿。表哥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们叶氏集团的名号你听说过吧？哎，那当然，谁不知道叶氏集团是芯片行业的老大？不过这事儿跟宋明玉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叶氏集团和明玉集团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是宋明玉手伸的实在是太长了，竟然妄图绕过我们叶氏集团，自己独立研发芯片，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那您想怎么办？只要你能拿到明玉集团独立研发的核心资料，咱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。而且我还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真的吗？不过你要是办不成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你放心吧，表哥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董事长宋老先生带着您弟弟来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不进。明玉，这段时间你忙工作也累坏了，我给你炖了点排骨汤，你补补身子。爸，有什么事直说吧，不用搞这些弯绕的。你弟，他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找到一个正经工作。我听说你们集团正在开展新业务，还缺一名主管，要不让黄总试试？我们集团的业务主管至少都是硕士毕业的，他一个连中专毕业都需要补考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当主管？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呢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主管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保安，我含辛茹苦的把你拉扯大，就让你给弟弟找个活，你都不愿意，你个白眼狼，没人性啊，没天理了！爸，主管不行，后勤部倒是缺一个仓管，如果愿意干的话，现在就立马去后勤部吧。好，行，我现在就去报道啊！记得把排骨汤喝了啊！新的游戏要开始了。公司找你进来是玩手机的吗？你们快来帮忙！我是摇手，自己干。自从你来到我们部门，成天不是喝酒嗑瓜子，就是玩手机，一点活都没干。我不管你的背景有多硬，再不干活就给我滚蛋！少他妈跟我大呼小叫的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还瞅我？你还不够格！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只知道宋总说过，公司不养闲人。巧了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你口中宋总招进来的，连他见了我都得低视。不信，你打电话问问。闭嘴！不许你诋毁宋总。宋总向来大公无私，最讨厌走后门人。是，你他妈说的什么东西啊？也得管我？他不能管，我能管吗？我能管吗？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先打我的。明明是你不干活还打我。宋总，他说是你寻思招进来的，谁不知道你从来都不允许亲属到集团任职，这分明是诬陷。他胡说，我没那么说过啊。他说的没错，确实是我让他来的。听到了吗？我是你们宋总的亲弟弟。宋总，我记得你说过，集团任何管理层都不允许把亲戚招进来，我们一直严格遵守。真的没想到，第一个违反规定的人是你。
公司该怎么管理，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。你说你一个小小的主管说得着吗？你再敢逼逼赖赖，小心我让我姐开除你！不听你的开除，老子不干了！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新的仓储主管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给你丢人。这下盗取机密就更容易了。去吧。来，好。演得不错啊。宋总过誉了。不过宋光宗这小子来这么多天，一直想方设法打探芯片的研究过程，把他提成主管，万一他窃取芯片的机密，该怎么办？我就是要他窃取机密。啊！仔细点，这些资料啊可是绝密，里面不但包含了这次新品的核心资料，还记录了咱们产品的致命缺陷。这要是泄露了，咱们公司可就全完了。放心吧，都什么年头了，谁还把发布会资料打印到纸上？这些都是迷惑项，真正的机密都藏在这个 U 盘里呢。还是你有办法？走，请你喝酒去。走。走。新品发布会之前，核心机密泄露，这下民意集团不死也得做嘴皮。你也太粗心了，连打卡都能忘。我这不是着急去喝酒了吗？咦，门怎么没关？宋明玉，就算你再聪明，也猜不到我会提前拿到核心资料。可算是让他拿走了。这也太笨了，门禁卡都给他半个月了，都找不到东西，还得靠我们演戏提醒他。真不敢相信，这蠢货竟然跟董事长是同一个爹妈生的。谁说不是呢？现在可算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真期待明天的发布会。一想到明天叶氏集团要费尽心思抢在咱们之前发布 U 盘里的东西，我就想笑。听说叶氏集团的新品和半年前明宇集团发布的产品相似度高达90%，请问是有什么巧合吗？请问业内传闻叶氏窃取了明宇集团的机密，是真的吗？这个你们该去问宋明玉啊。我们叶氏集团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没什么好解释。是吗？宋明玉，他怎么来了？还能谁没辙？当面硬刚的，明宇集团有证据，当面硬刚叶氏新品，究竟谁才抄袭的？这个上明天热搜了。今天真是没白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光总，昨天晚上公司资料被偷了，是你拿的吗？过了今天，明玉集团还在不在都不一定。他宋明玉现在就是没牙的老虎，有什么可怕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小心我告你诽谤！昨天你还是我明玉集团的仓储主管，今天就坐在了叶氏集团的新品发布会上，怎么算我都是合理怀疑。哎，宋总，这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我们公司看中了宋总的才华，聘请他做我们的产品经理。您总不能阻止他选择更好的公司吧？你是说叶氏集团慧眼识珠，特地选了一个连中专都没有毕业的人当产品经理？真是好眼光。
中专毕业都费劲的人，能研究出什么好产品？看样子叶氏集团抄袭明玉集团实锤了。没想到参加新品发布会还能吃到这种大瓜，真是没白来。各位听我说，其实这次发布会除了发布新品之外，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大新闻：明玉集团新研发的芯片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。证据就在这个 U 盘里。什么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明玉集团岂不是完了？你没听宋总说吗？宋光宗以前可是明玉集团的主管，这事儿80%是真的，怪不得他不怕宋总追究，原来手里握着这么大的秘密。我也很好奇，我们的新品有什么隐患？不如把放出来，让大家伙再听一听。不用装，一会儿有你想。你们好啊，我是贝利亚。怎么会这样？奥特曼都被我打败了，你们敢不敢行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母猪的产后护理第一小节。废，滚开！这就是你们说的证据？你们该不会想用这些证明明玉集团的产品有着巨大缺陷吧？你们说的缺陷，该不会是购买明玉集团的手机会爱上抽象小视频吧？那这缺陷确实很严重了。说进门对那儿送了10万以内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老板说的。大哥，是你生你下来我。爸，救我！光宗，刘玉啊，光宗就要被带走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救他呀！我为什么要救一个窃取我公司资料的人呢？光宗是我儿子，也是你弟弟，无论他做了多少错事，你不能不管他。我也是你的孩子，多年，你只为宋光宗考虑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一旦公司资料泄露，我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你今天必须救光宗，必须救你弟弟。爸，你消消气，明玉他一定不是故意这样说的，等他想明白了，一定会救光宗的。姐，你怎么能跟爸这么说话呢？还不快跟爸道歉？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红脸，一切都是为了逼我低头。这招我孩子的时候就见过了，可现在我不是孩子了。这次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管宋光宗，他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明玉，你忘了之前你弟弟把上学的名额让给你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有今天的样子。这不救你弟弟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你属不不属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是只会用这个理由道德绑架我。现在才11点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你这样什么时候能替光宗还完赌债？知不知道催债的天天来，你是想让我和耀祖天天担惊受怕吗？爸，我今天实在是不舒服，你就让我休息一天。休息？难道你忘了，要不是光宗把上学的名额让给你，你哪有机会上学？让你替他还个赌债，你就推三阻四的，不是感恩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赚钱还债。上辈子我被债务束缚了一辈子，到死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以亲情为名的骗局。这一世也该换一个活法了，少用这种理由道德绑架我。当年我半工半读，仍旧考了全县第一。宋光宗上着最贵的补习班，连高中都考不上。你们说，他把上学的名额让给我，分明就是在骗我。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我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找到的。宋光宗中考成绩只考了150分，
卷子上撒把米，鸡蛋画的比他高。而且他赌博欠钱又不是我逼他的，后果也不该我来承担。你，爸，行了，你别装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一旦稍微不如你，你就要用这套理由逼我妥协。可是也没有见你真出什么事儿啊。明玉，你怎么能跟爸这么说话呢？万一把爸气出好歹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风光大办。你个妓女呀！这场戏我就不陪你们两个演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你要敢出去，你就不要认我这个爹。我们宋家就没有你这种冷血的女儿。一言为定。程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姓顾的，这是我们宋家的家事，你有什么资格插手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张女士也不姓宋吧？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！我既然嫁给了宋家的儿子，那就是宋家的一份子。宋家的事儿，我当然有发言权。巧了，我也要马上成为明月的丈夫。她的事，我有发言权。什么？明月，这些年你为宋家付出太多，现在也要为自己考虑。以后的日子，就让我来照顾你吧。我不同意。反对偶像，我答应。顾城风，当年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却对我不屑一顾，害得我虚耗青春，拖大了年龄，最后只能嫁给宋光宗这个赌徒。现在我过得这么惨，你们想花好月圆，没门儿！喂，彪哥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明玉集团倒闭吗？我有办法。连我都差点栽了，你能有什么好办法？宋明玉马上就要嫁给顾城风了，顾城风是顾家的独子，一旦他们结婚，再想对付明玉集团就难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挑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了。只有他们两个斗得头破血流，你们叶氏还有机会抢占明玉集团的市场。说下去，明天就是宋明玉和顾城风的婚礼，彪哥，只要你答应放了我老公，我不仅能让他们结不成婚，还能让他们反目成仇。好，只要你成功的消息一传开，我立刻就放了宋光宗，保证他一根毫毛都不会少。不过，你要是敢骗我，后果你应该清楚。那就一言为定。宋明玉，我要你在最幸福的时候身败名裂。顾城风，我要这场婚礼成为你一辈子的梦魇。这件旗袍还是当年程峰向我求婚的时候买的，原本以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穿上了，没想到现在穿上还是这么合身。明玉姐，还在化妆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明玉姐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我知道以前为了光宗和耀祖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可那我也是有苦衷的呀。老公烂赌，儿子年幼，除了假死骗你，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我看你不像是来找我道歉，倒像是来找我诉苦。明玉姐，你误会了。我知道，无论是有什么原因，都不能成为我们骗你帮我们还债的理由，所以我今天是专门来道歉的。不用了，我和宋家人之间需要的不是道歉，而是老死不相往来。如果你真的知道错了，那就应该离我远一点。
哎呀，明玉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会原谅你们的宋明玉，上辈子已经被你们害死了。现在的宋明玉，只想送你们下地狱。放开！明玉姐，光宗被彪哥抓走，现在生死不明，爸也被气得住了医院，我们已经受到惩罚了，这些还不能让你解气吗？不能，装的还挺可怜。要不是上辈子我见过你们丑过的嘴脸，我险些就要相信你。哈哈哈！我们要是不假死，怎么能让你替我偿还几百万的债？我怎么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替我养儿子？没错，我的大姑姐，没想到你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耀祖，那可是几十亿呀！我还真是得好好谢谢你呀。现在让我放过你，前世我被你们欺骗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有想过放过我呢？明玉姐，我知道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所以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抵消你心中的恨意。我不求跟你和好如初，只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明玉姐怎么啦？我想起来程峰送我的胸针落客厅了，你先喝，我去找一下。哎，明玉姐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。明玉姐，是这个吗？哦，就是这个，谢谢你。啊，明玉姐，你快喝吧，程峰哥一会儿就要来接亲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我的头好晕啊！放松，不晕是很正常的。你，哎呀，你在酒里给我下了药，你还算是没有蠢了解。你给我下的什么药？我怎么这么热？当然是从彪哥那儿拿的好东西，便宜你。你居然敢给我下药！程峰知道了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到现在还在想着顾程峰会来救你啊？估计等会儿他来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见到你了。你要对我干什么？哼，进来吧。叶姐，彪哥让我来帮忙，有什么事啊？尽情吩咐。他好看吗？好看。现在他是你的了。程峰，18年前阻拦你和明玉的婚事是我不对，我现在也很后悔。好在，终究你们还是走在了一起。你要是真后悔，就不会在拆散我和明玉之后，还联合宋光宗的假死骗明玉。当年的事儿，大家都有难处，我现在只是一个想让女儿幸福的老父亲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就看在明玉的面子上，原谅我吧。就凭你们对明玉做的那些事，我永远不可能原谅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们以后不再作妖，就算为了明玉，我们顾家也不会少了你们一口饭吃。不好了，明玉出事儿了！什么？就是这里，刚才我看见一个男人进去。别这样，程峰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这里边肯定有误会。宋明玉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六亲不认，不愿意救光宗，那就别怪我们狠心了。程峰，你才和明玉在一起，如果今天推开这扇门，你们以后再没有可能了。我不相信明玉会背叛我，让开，让我看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了。程峰，
明玉下来喝了点酒，他只是爱玩，并不是有意背叛你的。你就看在我们的面子上，原谅他这一次吧。这明玉呀，打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打小呀就特别有主见，这怎么在结婚当天干出这见不得人的事儿呢？这我们家就明玉的事儿，不用你多管。成风啊，不，我的好女婿，你千万可不能激动啊！开！怎么会这样？屋里的人不是宋明玉吗？成风哥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我在外面听到这里面吵吵呢，怎么？弟妹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宋明玉，好好享受给你准备的惊喜。这份礼物我不喜欢，你自己好好享受吧。宋明玉，你个贱人，是你毁了我，我给你骗的！干什么？弟妹，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，你就把人带进我的房间里面胡闹。明明是你毁了我的婚礼，怎么还能说是我毁了你呢？就是，这偷人都偷到大姑姐床上了，还好意思嚷嚷？这也就是时代变了，要搁在以前呢，像你这种荡妇就应该被进猪笼。不是这样的，爸，二姑，我刚刚就是来找姐姐聊天，我不知怎么的我就晕了，我醒来之后就这样了。明明是宋明玉想害我，所以就找人毁了我的清白。爸，二姑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！明玉，婉约可是你亲弟弟的老婆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爸，您就仅凭张婉约的一面之词，就断定这件事是我的错吗？婉约是在你房间里出的事儿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和光宗假死骗你，可是我们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看来今天我不证明自己的清白是走不掉了。既然你这么委屈，那我们报警好了。你放心，如果你真的被侵犯了，侵犯你的人至少3年起步呢。什么？还要判刑？我来的时候你可没说过要坐牢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原来是自导自演啊！我电话还没打出去呢，他就跑了。看来你选人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啊。这下真相大白了，省得有些人什么脏的臭的都往明月身上泼。岳父，这是你们家的事，我也不方便插手。我跟明月先走了。成风哥，老宋，你这先是儿子赌博欠债不还，后是儿媳妇偷人偷到大姑姐的婚礼上，这样的家风也太不像话了。以后啊，我们两家还是不要再联系了。二姑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闭嘴！你还想丢人丢的不够啊！你打我！你个老东西竟然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我老宋家的脸都被你丢完了！你别忘了，当初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起做下的，现在凭什么出了事情全都搁在我一个人头上？我让你毁宋明玉，没让你跟那个混混滚床单啊！就你这样的个儿媳妇儿，只能让我老宋家门凶！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让我滚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滚到医院，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给打了！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现在耀祖不愿意认我们，程烨又改姓了顾。如果光宗回不来，那我肚子里这个就是宋家的独女。你要是不害怕断子绝孙，大可以把我赶出去啊！是我说错了，你快坐下，
可不能动了胎气啊！我这就去给你炖汤喝。宋明玉，顾长风，毁了我一辈子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疯了，疯了，都疯了！好好的一家族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也不应该配合光宗假死。光宗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宋总在忙，你不能进去。滚开！表哥明明说，只要你愿意登报说明芯片的事是个误会，他就会放我回来。你为什么不愿意？知不知道？要不是爸抵押了房车，我就回不来了。你能不能回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你？给我出去！算了，姐弟哪有隔夜仇？虽然有时候你对我出言不逊，我也原谅你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要是自说自话的毛病又犯了，就去看病。你再不走，我就喊保安了。明玉集团是咱们宋家的产业，你现在都结婚了，继续掌管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这样，你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我，我就吃点亏，替你管管啊。喂，我办公室来了个疯子，把他给我弄出去。宋明玉，你敢这么对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巧了，我也不想放过你。计划启动。明玉集团明明是我宋家的产业，我也有份。他凭什么把我赶出来？啊？凭什么啊？哪来的酒鬼？臭死了！别管他，咱们快走。今天是顾氏总裁的访谈，去晚了就看不到了。顾氏总裁，他就是结婚的时候送老婆2000万钻戒的顾总。那可不，听说他老婆也是个总裁，掌管着一个很大的企业，好像是叫明玉集团2000万的钻戒，我要是能拿到，这凤山还不上钱了。做得不错，谢谢。董事长，鱼儿已经上钩了。宋明玉，你以为嫁给顾长风，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？我偏不如你的意，我就算是死，也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，家里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以前是，以后也会是。宋明玉，你不给我的，我自己来拿。贱人，你敢捅我！光宗，怎么是你？光宗，光宗，光宗你怎么样了？快叫救护车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想捅的明明是苏明玉，怎么进来的会成了光宗？都错了，都错了！医生，光宗怎么样了？患者肝脏破裂，想要救他，除非换肝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时间紧迫，想要救他也要找到合适的肝源啊！怎么办呢？苏明玉，啊，你忘了之前体检的时候，苏明玉测过，他的血型和光宗的一样，他肯定能匹配得上。对，用宋明玉的肝救光宗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来了。明玉，
我们现在很危险，你快救救他呀！以前就是这样，宋光宗看上的东西我都要让。宋光宗需要血，我要献；现在连宋光宗需要肝，都要从我身上取。爸，你可真是疼我。医生说我有贫血，最近不能手术。光宗可是你亲弟弟，你今天必须救他！我是他姐，又不是他妈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，我也不救。医生，我抓到他了！快用他的肝救光宗啊！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快用他的肝救光宗啊！咱们这是医院，又不是土匪窝，捐赠讲究你情我愿，你与其求我，还不如多求求人家宋总。明玉，就救救弟弟吧，我求求你了！明玉姐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，我求求你救救光宗吧！只要你愿意救光宗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啊！我不要你当牛做马，我要你下地狱。有人举报你故意伤害，请跟我走一趟。你放开我！不是宋明玉他陷害我，你们去抓他呀！婉约，病人已经走了。节哀，刚才宋光宗先生抢救无效，已经走了。老天爷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现在就受不了了，更绝望的还在后面吧。董事长，如你所料，您父亲主动投案自首，说他才是杀害宋光宗的凶手。哎，我太了解我爸，他这辈子就活4个字：传宗接代。宋光宗一死，张婉月肚子里的就是他唯一的指望。他为了张婉月肚子里那个宝贝疙瘩，一定会替张婉月顶罪的。咱们难道就这么看着张婉月逍遥法外？要不要找人举报他们？让我爸做到也好，这样我给他准备的这个大的就可以用上。爸，您在这里面过得好不好啊？哦，看来是不好了。我过得好不好，用不着你这个不孝女关心。哼，有你这样的冷血的女儿，就是我宋大壮最大的耻辱。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不想让我来看您，那是想让谁来看您啊？哟，我知道了，您是想让张婉月和她肚子里那个宝贝金疙瘩来看您，对吧？可惜了，您替人家顶罪，人家却连来看都不看您一眼呢。你懂什么？光宗没了，药祖也不肯认我。婉月肚子的孩子就是我最后的希望，只要婉月能稳住胎，给我生一个大胖孙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懂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想你辛苦了半辈子，最后替他人做了嫁衣。我守住我宋家最后的血脉还错了啊？何止是错了，简直是大错特错。要不是你这个白眼狼不愿意替光宗还账，光宗他也不会死。你这个六亲不认的畜生，没有一丝愧疚之心也就罢了，你还敢嘲讽我？你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爸，我确实是没有您这个人重亲情，不仅疼儿子，连儿媳妇跟情夫生的孙子也疼呢。爸，你可真是大爱无疆呢，我真是佩服佩服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宋光宗假死的时候，你不让做尸检，这回宋光宗真的死了，我还是申请了尸检。这份报告你可以看一下，上面清楚的写着，宋光宗生前患有无精症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你一定在骗我，对不对？都在18年前，光宗和婉月已经生下了药子，他怎么患有无精症？张舒阳的养母患了重病，我帮他安排了手术。作为交换，他和宋光宗做了一次亲子鉴定。嘿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并没有亲子关系。
要这么说，我这杜鹃孩子也不是光宗的。当然了，孩子的亲生父亲在这儿呢。爸！其实一切早就有迹可循了，你也不想想，宋光宗和张婉月一起假死，为什么彪哥只抓了宋光宗而不抓张婉月呢？老天爷呀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绝望吗？痛苦吗？上辈子我被你们欺骗的时候，也是这么痛苦。不行，张婉月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一定不能放过她。警官，警官，回去，跪好。警官啊，跪好！我是被冤枉的，这是张婉月杀的，你们快抓他呀！爸，您就在这慢慢申冤吧。等下个月我带着弟妹的结婚照再来看您。拜拜。明玉，明玉，明玉，我的女儿啊，明玉！叶总，请喝茶。好，起来吧。以后不要再叫叶总了。坐吧。娇娇，她的母亲失踪了多年，多亏你帮忙寻找，叶氏集团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以后就叫我义父吧。义父放心，以后我和婉月肯定会好好孝顺您。坐。娇娇走失了多年，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如果在的话，恐怕早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吧。我记着娇娇没丢的时候，叶顾两家还替我挖亲。要是娇娇小姐不在了，哪能轮得到她宋明玉嫁到顾家？要我说，宋明玉一直跟咱们叶氏不对付，顾成风娶她就是有意羞辱我们叶家。恐怕顾家早就不在乎叶家这门姻亲了。宋明玉以前抢我们叶氏集团的业务，如今又抢我女儿的未婚夫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对了，阿彪，我让你阻止明玉集团上市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了？宋明玉就是条滑不溜手的泥鳅，我想了很多办法，硬是找不到证据。现如今，他又有了顾家做靠山，恐怕往后他宋明玉更加难对付了。那就把这个助力切断不就好？婉月，你有办法？宋明玉有个致命的秘密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什么秘密？她其实根本就不是宋家的女儿。这有什么致命的？顾晨风娶的是老婆，又不是你的宠物狗，难道还要血统证明吗？义父，我前夫家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但宋明玉的出身更差。更差？还能差到什么地步啊？当年宋大壮快40了都娶不到老婆，所以他就动了歪心思，找门路从外边买了个带孩子的疯女人回来。你的意思，宋明玉就是那个孩子？没错，那个疯女人买回来没多久就投河了。宋大壮不想替别人养孩子，就把宋明玉扔进了村后边的鱼塘。你公公可真够狠的啊！可惜啊，宋明玉命硬没死成，鱼塘老板还赔了宋大壮2万块钱。宋大壮觉得宋明玉招财，就把他留下了。宋明玉身上竟然流着风血，顾家是书香门第，每代家奴娶的那都是大家闺秀，顾夫人肯定不让自己的孙子流着疯子的血。宋明玉这下完了。不过这事都过去这么久，咱们又和宋明玉不对付，要是没有证据的话，恐怕很难取信于人呐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那疯女人刚来的时候，村里人给她拍过照片，仔细找找，应该能找到。婉月，那就辛苦你跑一趟。1周之后，就是顾成风带宋明玉见顾夫人的时候，务必在那个时候把证据带回来。如果这次你带回来的照片能让顾成风和宋明月反目，
我就正式签署遗嘱，把叶氏集团留给阿彪。等以后我走了，叶氏集团就是你们的了。义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照片带回来。宋明玉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是时候让你也尝尝严密禁师的滋味。伯母好。伯母，这些是带给您的礼物。叫什么伯母呀？你既然已经嫁给程峰了，就应该叫妈了。妈，哎，来坐下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来，真漂亮，难怪程峰对你念念不忘的呢。听说你们连孩子都有了，好像叫陈烨吧？怎么没把他带过来？妈，陈烨现在已经接手明运集团项目了，现在正在国外谈业务。等他下次回来，我一定带他见您。才18岁都独自到国外谈业务去了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！没想到我这孤苦半生，不但找回了儿子，还有了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孙子。你爸要是在天有灵啊，他也会感到欣慰的。欣慰什么？欣慰顾家的血脉从此掺进疯子的脏血吗？祸不及家人，明玉集团和叶氏的争斗应该在商场上解决。叶总来顾家是什么意思？叶国良、张彪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出去！弟妹，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吧？你就看着你儿子这么对我？怎么会呢？你们叶家对我们顾家的恩情，我永世不忘。程峰，你怎么跟叶伯伯说话呢？叶总，请坐。妈，你认识他？当年我和叶夫人同时遇险，叶夫人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我，才落在劫匪手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叶夫人和娇娇啊，一直没能找回来。我每次想到这时候呀，心里啊就很愧疚。要是当年，真有意思。顾夫人要是真记得义母的恩情，就不会让顾成风娶宋明玉这个疯女人。顾叶两家的恩怨和明玉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有什么怨气，都冲着我来，凭什么诋毁明玉？真是深情护妻子的好丈夫。可你当着我的面这么维护宋明玉，就没有想过娇娇吗？这事跟叶小姐有什么关系？原来你没告诉他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程峰，我们顾叶两家本是世交，你爸还在的时候呀，就给你和娇娇定下了娃娃亲。这不是后来叶夫人和娇娇出事了，你也走丢了，这门亲事啊也就作罢了。顾夫人说的轻巧，结亲是两家定下的事情，如今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另娶他人，分明是有意羞辱我们叶家。我的女儿生死不明，你的儿子新婚燕尔。顾夫人，你把我们叶顾两家的结亲情谊放在哪里？叶总，我知道你爱女心切，可是娇娇这也失踪这么多年了，这程峰也老大不小了，你是想让程峰等娇娇一辈子吗？我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，也没想让你儿子给娇娇守一辈子活寡，但是你不能让你儿子娶一个疯子当老婆，你这是在打我的脸。叶总，你们老是说疯子疯子的，这倒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明玉知礼失节的，这情绪稳定，怎么像你们嘴里说的疯子了？就算现在不是，以后也是；就算现在不是，以后也是。看清楚，宋明玉根本就不是宋大壮和张桂芬的人，
他妈就是宋大壮买来的疯子。这就是我妈妈。小时候我也想过，为什么都是爸妈的孩子，她宋光宗就被捧在手心上，可我却过得食不果腹。我想过，因为自己是女儿，也想过可能我天生就不讨人喜欢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根本就不是他宋大壮的女儿。圆圆，你别怕，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是我的妻子。听闻顾老先生和夫人感情甚笃，夫人让儿子娶一个疯子的女儿，就不怕以后生了一窝小疯子，有愧于亡夫的在天之灵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圆圆，别听他的。晚了，他们已经生了。宋明玉和他生的那个小杂种，现在还看着像正常人一样。万一哪天犯了病，变得像他这个疯子妈一样，那就有好戏看了。我，闭嘴！义父，你怎么了？好好的打我干什么？怎么了你受苦了。我的娘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你走开！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虽然我们顾家有愧于你们叶家和叶小姐，不管你们想对我怎么样，我奉陪到底。别碰明玉，娇娇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，我是爸爸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你失踪的女儿叶娇？没错。你看，这就是你母亲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被绑架之后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啊。别叫那么亲人。刚才你儿子向明玉封刺，你现在又急着认亲，到底打什么主意？娇娇，你听我解释。自从你母亲和你失踪以后，我一心寻找你们，根本没有再婚。阿彪是我收养的义子。你说你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出生的时候，护士说你的左脚上长了3颗痣，以后一定会步步高升。要是你还不相信，我可以配合你做亲子鉴定。就连宋家人都不知道我脚底长了痣，他怎么知道？难道他真的是我爹？娇娇，这么多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托叶总的福，我这个月被你的养子陷害了3次，儿媳妇刺杀1次，现在还没有死。是有这回事吗？不是你让我找明玉集团的把柄吗？我那是让你用正当的方式去找，谁让你栽赃陷害了？还有，刺杀是怎么回事？是你找人刺杀我女儿？不是我，都是他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就是你试图伤害我的女儿。明玉姐，不，娇娇姐，哎呀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心思歹毒。娇娇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好不好？娇娇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保证张婉月这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不要啊！娇娇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必了，叶总如果有心，往后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为什么？你我父女错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不正当一家团聚吗？从刚才开始，无论维护还是道歉，欣喜还是和善，都是因为叶娇这个身份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如果我不是叶娇，叶总还会站在我这边吗？恐怕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个疯子，并且随时会发病吧。不会的，你是我失而复得的宝贝女儿，我怎么会这么对你呢？我们斗了这么多年，叶总什么手段我很清楚。如果我不是你失踪的女儿叶娇，
恐怕明天一早，我是疯子，我儿子精神也不正常，这个消息就会传遍全城了。明玉集团董事长患有家族性遗传精神病，恐遗传给妻子。混蛋！你们连明天都等不到，都开始造谣了。谁让你把这消息递给媒体的？赶紧找人把这手给我撤了！还有网上那些诋毁娇娇的谣言，全部都给我删了。是，我马上明白。既然叶总有事，我和明玉先走吧。明玉，你听我解释。弟妹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程峰和明月也不是小孩子，我的话他们也未必会听，就不给你添麻烦了，叶总，我要有事儿先走了。义父，热搜已经撤下来了，但这个事情我说的太过，网上的文字东西没法删掉。删不掉就想办法删。要是明天早上我在网上还能看到娇娇的谣言，叶氏集团这个经理你也不用当了，把他一起滚！我这就想办法。等等，义父，您说，以后不要再叫我义父了，我这辈子只有娇娇这一个孩子。要不是为了得到叶氏集团，你以为我愿意给你这个老东西当儿子？表哥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宋明玉那就是叶文良的女儿啊。万一叶文良要是脑子不清楚，把叶氏集团的股份都给了宋明玉，那怎么办呀？那就不要给他机会。表哥，你想到办法了？表哥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放心，我可不是宋光宗那个软蛋，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受委屈。宋明玉，我等着看你怎么死。坏的人都受到了惩罚，心爱的人就在身边，这一切美好的就像一场美梦一样。真害怕一觉醒来，又回到那个担惊受怕的日子。董事长放宽心，顾总这么爱你，肯定不会相信网上的谣言。再说了，像叶氏这种靠造谣抢占市场的公司，就像酒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病了看医生，死了就火化。你们叶氏集团董事长重病，关我们明玉集团什么事儿？什么重病？董事长，你不用搭理他们。叶文良病了正好，省得他们找我们麻烦。电话给我。叶文良怎么了？义父昨天忽然就中风了，医生说就这2天了。您就当看在义父为了找你们母女这么多年孤寡一人的份上，来看看他吧。我去趟叶家。叶文良昨天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会突然中风了？义父昨天看你和夫人的照片，思念过度，忽然就晕倒了。等医生来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行了。可怜义父，等了这么多年，最后居然是个这种后果。我知道3附院有个医生很擅长治中风，我现在联系他，也许还有机会。不用，我们已经请最好的医生看过了。义父现在最后的愿望就是再见你一面，你快去吧。今天并不热，你怎么出汗了？是眼泪。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啊。义父忽然出了这么大事情，一时没忍住，小姐见笑了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义父还在等着你呢，时间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就是这里，快进去吧。不对，进去吧你！
怎么会这样？叶文良被杀了！天哪，什么情况？小姐知道是谁杀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进来之前，叶文良就被人捅死了。你快放我出去，我们需要报警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你手上还有义父的血呢，人不就是你杀的吗？叶文良早就被你杀了，你叫我来是为了嫁祸给我。还不算太蠢，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，一切也都来不及了。这杀人犯，你是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可是我听说，你从20多岁就跟着叶文良了，从员工一路干到总经理。叶文良前段时间还认了你做义子，外面传闻他甚至还要把叶氏集团继承给你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你还有脸提？要不是你忽然回来，我早就拿到叶氏的股权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些年我对叶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可他叶文良啊，自从你回来，叶文良义父也不让我叫了，总经理也不让我当了，难道他不该死吗？可是我听说你很早就不上学了，原本以你的学历，在叶氏集团只可以当一名普通的保安，是他一路扶持你到总经理的，难道你就一点恩情都不顾及吗？是，我承认叶文良对我有恩，可你没听说过一句话，叫恩大成仇吗？他最大的错就是给了我得到叶氏的希望，要亲手掐灭他。恩将仇报，你畜生不如！你费劲了，门已经被我锁死了，你就乖乖的等着警察来把你抓走吧。只要你坐了牢，我就是叶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等我出去以后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警察就快来了，你就乖乖的等着警察把你带走吧。你也是。就是他，刚才他来找义父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这里传出惨叫，等我赶过来，义父已经被他给杀了。我没有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来之前他已经死了。而且我为什么要杀叶文良？就因为你恨他造谣，你是个疯子。造谣的人不是你吗？我也只有叶文良指使，人就是他杀的，别听他狡辩，赶紧把他抓起来。他看起来还没有1.7米，叶文良的身高可是有1.8米，尸体上也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，看起来像是一击毙命。以他的体力可做不到这些的。宋明玉这个人最狡诈，他肯定趁义父不备偷袭杀死了他。趁他不备杀他的人是你吧？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我杀了他？你要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叶文良早就被你杀了，你叫我来是为了嫁祸给我。还不算太蠢，可惜啊，你明白的太晚了。这个杀人犯，你是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刚才是套我的话。没错，我早就知道你忽然叫我来不安好，所以我就提前准备好了录音笔。只是没想到，你为了陷害我，连悉心栽培你的义父都杀了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宋女士，录音笔方便给我们吗？我们需要留作证据。当然。等等，叶文良的尸体我可以带走。抱歉，宋女士，遗体一般有家属认领，您不是叶文良先生的家属，他的遗体我们不能交给你。我是他女儿。董事长，叶总生前立下遗嘱，将所有资产都留给您。现在叶氏已经归属于您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和我们作对了。以前叶氏集团陷害我的时候，我巴不得叶文良出门被车撞死，没想到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更没想到我都还没来得及叫他一声爸，就走了。
董事长，请节哀。叶总生前能见到你，想必他已经没有遗憾了。罢了，往事已矣。我现在能够做的，就是去送他最后一程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来？马上赶不上账。不好了，宋总被绑架了！什么？这是哪？没想到吧，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这一天。张婉月，你疯了！绑架是要坐牢的。事到如今，你以为你一句坐牢就能让我放了你啊？你真是太天真了！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赵婉月，自从你嫁进宋家，我待你不薄吧？为什么你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陷害我？没错，自从我嫁进宋家，公婆刻薄，老公家暴，你确实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。我曾经也感激过你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联合宋光宗一起假死骗我呢？因为我恨。知道我看着你带着顾城风回宋家的那一刻，我有多绝望吗？追了他那么多年，他都对我不屑一顾。我原本以为他对谁都这样，没想到他最后竟然选择了你这种疯子的女儿！你让我怎么能接受得了？住口！我妈不是疯子。是，你妈会法语，会跳芭蕾，会唱歌剧，她当然不是疯子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当年就是我妈把她拐进来的。混蛋！你激动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当年把你妈拐进来，本来是要给我二舅的，没想到你妈她不肯就范啊，趁着深夜抱着你偷偷跑了。谁想到跌入了山崖，摔坏了脑子，时不时的就记忆错乱，用俄语喊救命。村里人都听不懂啊，就以为你妈她疯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这群畜生，早晚会遭报应的。好伶俐的一张嘴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敢骂我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就骂不出来了。谁？谁？可能是老鼠。我出去看看，看好了。你就别挣扎了，这个绳子是特制的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一头牛，它也挣不开。你是张舒阳？宋总，你的记忆力真的很好，连我戴着口罩都认出来。不过你的这点记忆，谋害了你。等等，你不是陪你养母出国看病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养母是肺癌晚期，人已经走了。那你也不能跟着张婉月参与绑架呀！你才刚满18岁，你如果坐牢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从我被送到孤儿院的那一刻起，我这辈子就已经完了。现在我只剩我妈一个亲人，我不帮她，又能帮谁呢？你妈犯傻，你也跟着犯傻。趁着现在还没有铸成大错，你赶紧把我放了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。现在退已经来不及了，况且我也没有想过要退。你放心，我妈说要割你舌头，只是吓唬你。我们绑架你，只是想找顾成风要钱，只要顾成风按时支付赎金，我一定会放了你。舒阳，如果你需要用钱，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立刻给你写支票或者现金也行。你还小，你不懂得绑架的严重性，你不要为了你妈把你这一辈子都毁了呀。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钱，也是为了兔子而已。兔子而已。我养母说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有次生了病，没钱治，差点就放弃了。是一位戴着兔子面具的阿姨给我送来了治疗费。给孩子看病吧，
不够了，我这儿还有。后来每当我们家遇到什么困难，兔子阿姨都会出手帮忙，就连我爸出车祸那次，她也送了钱。只是我爸伤的实在是太重了，还没上手术台人就没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想见见兔子阿姨，跟她说一声谢谢。你是个懂得感恩的好孩子，你的感谢，那位兔子阿姨肯定已经收到。不，这不够，你不知道，就连我养母出国看病的钱，也是兔子阿姨给的，可我却连她叫什么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她既然不愿见你，你又何必强求？宋总，你就不用劝我了，我已经掌握了兔子阿姨的线索。我妈说她见过兔子阿姨，只要我帮她拿到赎金，她就告诉我兔子阿姨究竟是谁。不是的，你妈她根本就不认识兔子阿姨，她在骗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说我妈在骗我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因为我就是兔子阿姨。宋总，你就不用骗我了，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只要我妈拿到赎金，告诉我兔子阿姨的下落，我一定会放回。你还记得之后你生病不肯吃药，我给你寄的礼物吗？那个带红色领结的玩具小熊。你怎么知道兔子阿姨给我送过玩具熊？你怎么知道兔子阿姨给我送过玩具熊？我早就跟你说了呀，我就是兔子阿姨。是为什么？宋光宗假死，骗你替他还债养儿子，难道你不恨吗？你把我送到孤儿院，难道不就是不想替他养儿子吗？你看我过得不好，难道不应该开心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要接济我？因为上辈子你曾做了我18年的儿子，我怎么可能真的不管你？兔子阿姨为什么把我丢在孤儿院，又偷偷接济我？看着我逼死不就好了吗？死了我就不会绑架你了。兔子阿姨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无辜的，从头到尾伤害我的人只有宋家人，跟你无关。我为了报复宋光宗，把你送进孤儿院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兔子阿姨，你真的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恨我自己的出身。如果我是你的儿子该多好！贱人，我才一会儿不在，你就逼迫我儿子！龌龊的人看什么都龌龊。妈，别打了！你这个废物！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多年，他不过就3言2语，就让你站在他那边吗？啊！你别傻了，咱绑架了他，顾长风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傻的人是你！我们现在已经把他给绑了，就算现在把他给放了，你觉得顾长风会放过我们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赎金，等我们拿到了赎金，我就带你飞到国外，我们换个身份可以重新生活。天真！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去哪儿都要刷身份证。只要你成为了通缉犯，别说坐飞机了，你连飞机票都买不了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妈，他说的没错，咱们是跑不了的。不如趁着现在还没酿成大错，咱们赶紧投案自首吧。闭嘴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软蛋？我儿子被你2句话迷的，都敢质疑我的决定了。你现在得意了吧你？不，比起得意，我更替舒阳感到心寒。18年前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却成为你和宋光宗假死躲债的工具人。18年后，他好不容易有了安定的生活，又被你拉上走了这条不归路。从头到尾，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我不用你在这教我怎么养孩子，是我生了他，我就有资格决定他的路该怎么走。你一直都说我才是疯子的女儿，其实你才是那个疯子。既然你都说我是疯子，那我就疯给你看。你说，要是我在你漂亮的脸蛋上这么划几下，顾长风还会不会喜欢你啊？妈，咱不是说好还要拿他换赎金吗？我改主意了，顾长风不是一直自诩宋明玉是他的真爱吗？我倒想看看他会不会娶一个满脸是疤的女人回去当顾夫人。顾城，
过来我就杀了。你要钱我已经带来了，只要你们放了明月，我保证不追究你们。站住！没问题，既然没问题了，可以放人了吧？人我可以放，但是在放人之前，还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问。成龙哥，我从高中起就喜欢你，你难道没有一点感觉吗？没有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从前，我喜欢的人只有明玉一个。那如果没有宋明玉，你会不会喜欢我？从我跟明玉结婚起，我就发誓要跟明玉同生共死，即使你杀死明玉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不要，你不要听他的。妈，咱不是说好只谋财不害命吗？陆长风，不怕告诉你，今天你和宋明月只能活一个。你要是想活，他就得死。好，如果你答应放了明月，我可以死。不要，陈峰，你不要听他的，我不要你救我，你快走啊，陈峰！明月，这辈子能娶到你做老婆是我的福气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希望下辈子早点遇见你。顾成风，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现在却愿意为了宋明玉去死。好，现在你就把心挖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铁石心肠。陈峰不要！陈峰不要！不是说这绳子连牛都挣不脱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卖绳子的老板是这么说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没错，老板没有骗你，这个绳子的确连牛都挣不脱，但是刀片就不一定。你刚才是一直在拖延时间？当然了，不然你以为我陪你聊了半天车轱辘话，从你小时候聊到现在，是要给你著书立传啊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们抓起来！妈，算了吧，事到如今，咱不能一错再错。不，我不服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他宋明玉？我喜欢的男人不喜欢我，现在儿子都不听我的。明玉绝对不会像你这么恶毒。他已经疯了，和他争论没有意义。也好，我已经报警，警察不会让绑架犯逍遥法外。宋明玉，去死吧！啊！你死吧！啊！舒阳，怎么会这样？舒阳，为什么这么傻呀你？德子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绑架你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舒阳。德子阿姨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想做你的孩子。舒阳，他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我杀了我的亲生儿子？不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你们在骗我，是你们骗我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张婉约一直说我是疯子的女儿，其实她才是真正的疯子。他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很好，就这样。茄子。